大家好，阿红。泰国是一个非常神秘且多元的国度，其宗教跟巫术更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坚信这些术法可以改变人类的命运，甚至传说有着让常人不敢置信的刀枪不入。究竟他们是怎么样的存在？他们的背后又有什么神奇的故事吗？这次受到专业团队泰森林的邀请，据说他们还帮我安排了一系列非常特别、冒险指数破表的行程。我待会就要去坐飞机了。真的是非常的期待，但是又很害怕发生很恐怖的事情。那么就让我带着大家一起跟我前往这神秘的国度——泰国。现在是泰国时间4月29日的早上10点。刚刚我们吃完来自曼谷超难吃的猪脚饭，我们现在要前往泰国东北最西边的巴冲县。在巴冲县的深山里面呢，有一位我们今天要找的神秘大师。到底是为什么神秘大师都要跟电影里面演的一样，都要住在深山里面呢？而且刚刚听翻译说，车程竟然要5个多小时，屁股一定会烂掉。刚刚开了5个多小时，终于要到了。你们现在看到这一间一间的山中小屋呢，都是巫师的住所。真的好奇这些神秘的巫师平常到底都在干嘛？待会我们就可以一起一探究竟。现在我在师傅家其中一个法坛，这边有许多各种不同鲁氏法相的神尊，非常庄严又很壮观。那我们今天要拜访的师傅呢，叫做鲁氏龙，是在东北地区非常知名的人物，常常会有世界各地的信徒来这里做祈福法会啊，等等之类的。那我们马上就去看一下，这些师傅平常到底都在干什么。现在师傅跟他的徒弟在准备法事要用到的材料，你们看一下这个东西，很像是人形的蜡烛，还有师傅现在手上在用的那一盘的东西。那盘东西我刚问翻译，我直接吓在地上哭。那盘东西竟然是真人的头骨啊，真的是鸡皮疙瘩。而且你看师傅竟然一眼觉得好像没什么，真的很难想象我们平常一般人是在上班上课，他们却是在做这些很特别的事情。刚刚还听翻译讲说，他们晚上要到一个很恐怖的地方，为他们世界各地的信徒做法事，所以晚上我们也可以拍到一些很特别的画面。现在师傅在做晚上法事的前置作业，你们看一下他手上那个东西，竟然是裹尸布。刚刚听他们说那个布不知道裹了多少具了，说有很强的灵力，到底是为什么他们都拿那么恐怖的东西当材料啊？我刚就问他们说等师傅等念完咒加持完，稍后会安排时间给我采访。那我自己有准备一些问题，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可以一起揭开谜题了。你们是不是觉得为什么有画面但是没有声音呢？因为下大雨啊，山上想下就下，完全没在跟你客气的。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观看体验呢，等一下我只会保留可以用的原声。这边第一个问题我就询问了师傅，刚刚看到人头骨还有裹尸布，为什么要用这些那么恐怖的东西来当做材料？师傅用这种恐怖的东西不会引起那些鬼魂的伤害吗？师傅给我的解释真的超级電影情節。เราต้องมีวิชาติดตัวเราสามารถเรียกผีมาได้เราคือว่าเราเป็นหนึ่งเป็นที่หนึ่งสำหรับผีทั้งหลายเรามีวิชาเราสวดนะถ้าจะมาทำร้ายเราหรือไม่ทำร้ายเรามันก็อยู่ที่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ของอาจารย์แต่ละท่านด้วย。他说你看到的人头骨大多是来自柬埔寨或是泰国较为混乱地区的无名骸骨，师傅把他请回来经过超度，拿来当做法事的辅助材料。但这不是想做就能做的哦，必须要经过很严格的修行。以师傅他自己的方法来说呢，他自己包括他的徒弟在出世之前都要经过一个考验，这个考验就是要在坟墓第3个晚上。当时我还想说坟墓第3个晚上也还好啊，结果是放有3具新鲜大体的坟粒。首先师傅会先把你身上有保护的能量都收回，比如佛牌或是你身上的法持经文。第一天你要用爬得到设定的地点，全程不可以睁开眼睛，不管听到什么声音或是受到什么攻击。第2天最可怕，一样全程不可以睁开眼睛，爬到设定的地点，
但是中间你会需要跟那3具好兄弟握手。此时第3世界的感应会达到最高峰，你必须控制自己不要被拖垮意识。第3天也是最后一关，不用爬到定点，只需打坐，一样是紧闭双眼。但是第3天你就必须融会贯通前2天学到的东西，通过考验你才有办法去驾驭那些灵体。而师傅还有提到，他的这位徒弟叫做阿詹静，在控灵的方面有非常高的天赋。我当时就很白目，还问他说：“很高，那可以展示给我们观众看吗？”结果他竟然跟我说：“等一下要带我去一个很恐怖的地方，让我亲自体验一下鬼魂的存在。”我真的超后悔问这个的，因为等一下你就会看到我吓得跟狗一样了。第2个问题我就问师傅，我本身是有经营另外一个频道是讲鬼故事的，也有讲过降头相关的故事，但是这种题材我怕资讯传达错误，所以我都是以专业师傅提供的降头故事为主。这边我就想问，因为我有看到其他 YouTube 创作者有讲过秦将的故事，真的是下了秦将就会死心塌地，或是不达目的就会发生恐怖的事情，这是真的吗？师傅给了解释，我刚所问的不达目的就伤害的降头是真的存在的，但是基本上不会有师傅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因为那个师傅会受到很严重的反噬。另外，不管是感情或是招财，其实最根本的问题都在人的本身。就以感情来说，要看你跟他之间的缘分。他们调情鬼灵只是帮你制造机会，比如人站了很久，突然让对方想起你的好，跟你联系之类的。但后续就要看你自己，没有那种100%有效的啦。如果100%有效的话，那大家都不用打扮自己，不用提升自己，整天下降头就饱了啊。我是万人迷。Nope。就在我问完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这次来这边其实有一个最想解开的谜题，就是我有看到一位泰国师傅叫宋壁法王，他可以在高温的油锅里面完全不会受伤。但是国外有人提报说，这只是一种戏法，是利用科技与狠活，把油温降到40度。那时候就故意问师傅说：“师傅，这个刀枪不入、金刚不坏，真的有这种法术吗？还是那只是一种表演呢？”结果你知道师傅跟我说，那个是真的。他还可以现场展现给我看，那么大家等一下千万不要眨眼，我们一起解开这个谜题。萨埵萨埵，南无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นะโมตัสสะภะคะวะโตอะระหะโตสัมมาสัมพุทธัสสะสาธุสาธุอะภะระยันตังสันตังอิติจักรังยันตังสันตังอิติมิตังพุทโธภควาเตยันติยันตังละหังยันติตุติละหังอุปเตโสตายะโสมาเลสะนะมะปะทะโอมเพชรคงคงสายเพชรคงคงวาเพชรคงหน้าเพชรคงหลังเพชรดังเป็นเตองค์พันติกัสสะมาถึงตรงตัวพญาสัมมาสาธุโอมเพชรค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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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ทั้งเหนือคงทั้งหลัง萨埵老八，这个吗？对，这个啊，摸上去它有一痕一痕这样。诶，真的耶，哇，我现在鸡皮疙瘩了，上面一横一横的，可是为什么没有流血啊？刀枪不入。我刚刚明明有拍到切开瞬间那个画面啊。现在我们在前往非常恐怖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火葬场，而且还选在凌晨，真的是超级毛。听翻译说，这次是因为国内外有许多信徒，请师傅帮他们做那种非常强力的法事，所以他们从早上就开始做准备了，像是我们看到的人头骨跟裹尸布，所以等等就可以看到做法的画面。现在大概是半夜1点多，我现在完全看不到这里的路，而且有很多狗狗在那边吹高雷的声音。我先带大家来看一下火葬场的样子。新师傅说呢，等一下他就会在前面看到这个建筑物呢，上面这边就是他们做法的地方，也就是焚烧尸体的地方。上去给你们看，这里有一个炉，等一下师傅会在这边做法事。然后等一下我要体验鬼魂的地方，就是在他的后方，是超可怕的。我现在都整个鸡皮疙瘩了。我等一下就要在这个位置去做鬼魂的体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现在师傅是在祭拜附近的灵体啊，你们看到后面那个很像石柱的东西，都是放骨灰的地方。刚在采访师傅的时候，他就有提到，就算是花草树木都有所谓的灵体，所以他们这样做像是在跟这里的灵体问好，跟他们讲说我们是来工作的，祈求顺利啊等等。不过这个地方真的非常的阴森，泰国温度至少都是30几度起跳的，
但是这边感觉就像在吹冷气啊。现在师傅他们在吊起火葬场附近的灵体，有准备一些水果、猪肉等祭品，加上早上准备的人头骨蜡烛，要为国外的信徒做降头仪式。还有你们看一下这一尊在焚化炉里面的阴神，我在旁边拍摄真的是有点毛毛的。สาธุสาธุโอมพิรักวิญญาณังสักขิรูปังติดกระตุกวิญญาณตรงวัดสิงห์วัดโซในร่างนี้สังขารนี้ชัยโยชัยยะตรงมาปฏิทิโอมพระพุทธังเรียกกิจพระธรรมังเรียกใดพระสังฆังรักใครหลงไหลผู้พิรัก他们现在在做法事最后的步骤，就是把施完法的材料埋进火葬场周围的土中。这整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灵奇。从刚刚在旁边很近距离的看师傅在做法，就有一种让我觉得自己好像在恐怖电影里面的错觉，非常的不真实。สาธุสาธุเอาเด้อเท้าสมประสงค์นางกงมาลีนางหน่อยแม่เท่านี้ฝากไว้ด้วยเด้ออย่าให้ใครเห็นเด้อให้มันรักกันเด้อแม่ตอนนี้ฝากไว้ด้วย现在师傅是在准备控灵的仪式哦。我刚刚不应该问师傅，叫他展现给大家看的，因为我等一下要进去焚化炉里面。不过来了都来了，还是得体验一下吧。你可以放一个蜡烛进去里面。哦，这是火葬场的烤箱吗？在下面，烤炉的下面。这个就是火葬场下面，还有蝙蝠，我靠，超可怕！哦，谢谢谢谢 ，thanks。师傅还帮我很贴心帮我点蜡烛，我现在把蜡烛放在这个火葬场的下面。我靠，这个都是骨灰。对不起啊。这个蜡烛完全立不起来啊！立起来啊！我的手已经开始起鸡皮了。超硬的，我现在在我上面就是烧尸体的地方，看一下，给你们看一下这里，我现在有一阵很强的风吹来，超冰的。哦，什么声音啊？吓人啊！一直有怪怪的声音，大家来帮我看一下，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我现在是看不到，但是我的身体一直有反应。不知道大家看到这里，会不会觉得他们的生活跟我们根本是不同一条线上的？他们就是活生生的电影角色，从一开始的刀枪不入，再到坟墓3天修炼的故事，一直到最后的控灵体验。虽然我没有看到什么东西，但稳定器莫名的失灵，相机还给我自己对焦。最毛的是，我回到师傅家做净化的时候，师傅跟我讲，其实前一天火葬场才刚烧完一具女性大体。当时在实验的时候，我并没有注意到那一阵喘气声，结果剪辑的时候，我直接毛到爆。这整个过程真的是一个超难忘的经历。那么，如果你对泰国巫术有兴趣，或是有很多疑问想要了解，都欢迎直接去联系说明栏下方的泰森林，他们会有很专业的人士来为你解答。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这里是阿红，我们下个体验见。